国文哥，我们知道在这一次伊朗战争里面，大家会关注的是能源危机，接下来是什么？现在大家在看的是半导体危机。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你说在半导体危机里面，台湾有没有？韩国有没有？一定双方都有。但是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高下立判。什么叫做有准备好？什么叫做没准备好？韩国现在竟然要面对是2周的半导体毁灭倒数吗？所以真的不要再问台积电的氦气会断气，因为台积电有做好准备，韩国人真的没做好准备，他现在的氦气只剩9天或2个礼拜就可能会用完了。那为什么用完？是因为这次中东战争炸到卡达的天然气，那天然气有个副产品叫做氦气，那氦气是可以用在半导体的制程，所以大家现在听到说啊，卡达的天然气被炸了，氦气会中断，所以台积电会出问题嘛？所以大家每天就问台积电说，氦气会不会问题？因为韩国说2个礼拜要出问题，而且他们快要用完了。台积电说，我真的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的氦气来自日本跟美国，只有韩国64%来自卡达，所以现在卡达没有，韩国要出大事了。所以我们都知道，氦气对于这个高阶的半导体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包括你要在冷却或什么，你要做非常多。你现在没有那个东西，韩国的晶片就停摆了。所以再过2个礼拜，它的 EUV 可能就要停摆了。特别是三星用的特别多，因为三星有60%。都来自卡达，就是这个地方，卡达这个地方。所以韩国为什么用它吗？现在大家在猜测的是，它实在太贪小便宜。为什么卡达会买这么多？对，那我来用价格来看嘛，现在卡达价格如果1吨的氦气大概95000块美金，很贵的气体哦。但是美国很贵啊，美国要10万以上。对，德国更贵，将近11万了，将近12万，11万9千，将近12万。法国的更贵，超过12万。台积电比较笨吗？台积电买的是美国跟欧洲系统的，他买的是10几万，卡达的9万不买。还有一个地方很便宜哦，你只要愿意跟他买，再打1折，那个国家叫俄罗斯。但是其实这里面含一个叫做地缘政治的风险。为什么台积电不买卡达了？是因为地缘政治让他不买。那为什么地缘政治不买？所以你刚刚看到什么？今天我们不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他现在是南韩，因为他为了要去省那个钱，全部都压注在卡达，结果现在真的出大事了。所以他就是因为买最便宜嘛。那台积电是分散多元、分散风险，甚至俄罗斯不买嘛。俄罗斯还跟你说我打1折你不买，再打1折就是打9折，他也不买。那为什么氦气会这么重要？是因为半导体里面有我们都知道7纳米里面叫极紫外光 EUV 嘛，是台积电很重要秘密武器，尤其现在2纳米以内更需要它。那氦气有个高导热系统，高导热传输很快，所以当用 EUV 之后，它会发出非常热，因为雷射用非常的多，所以很热的话，要用氦气进去怎么散热，把它散热导走，所以它晶片里面的镜片跟晶片就不会精度就不会跑掉，所以台积电就可以维持高精密度，同时它有个控温，就是整个晶圆里面是。设备里面有很多空隙，它就打氦气进去，把它填补起来，避免说，温度变化很大的时候会影响精密度。接下来，氦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是非常稳定的惰性气体，所以它就把它打进去干嘛？清洗真空的环境跟它的稳定性。所以你要有高精密度，特别是 EUV。都要用到氦气，结果现在要断了。好，那我刚才讲了，为什么台积电不去买卡达的气？其实台湾在3年前，应该讲4年前就碰到大麻烦。那时候就开始学会一个东西是，只要有战争风险或地缘政治风险的地方，我们要尽量避免。那所以国文哥，你意思说，在4年前，台湾跟韩国为什么到现在会差那么多？就是因为4年前。的那一场战事，就是台韩差距的分水岭。对，我们不贪心，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风险，要避开地缘政治风险。所以俄乌那一场战争叫做乌俄战争。然后乌俄战争一爆发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半导体里面，包括台积电里面，光刻很重要，像是氖气、氪气，还有一个叫氙气，还有氦气，来自俄罗斯。所以一下子，你知道全球在2022年到2023年。大断气，所以吓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以后我们不可以把这么重要的半导体的特殊气体依赖在会发生战争的地方。还有大家研究说乌克兰为什么会有氖气啊，为什么有氙气、氪气这种东西，才发现它有炼钢，它炼钢的高炉会产生副产品，就是氖气。还有氪气这些东西，
然后俄罗斯也有氦气，所以他就说，中钢你有炼钢，所以中钢就被要求怎样，你知道吗？还要跟华邦电、跟联华林德气体，就我刚才讲的德国空气公司，你把你的奶气没有纯化的，你把它捕捉下来让我提炼半导体的。所以在这个当时的乌俄战争里面，台湾已经转型了，台湾甚至有本土化，可以把这些所谓的奶气可以生产出来了。那时候就意识一件事情是嘛，我们要多元分散风险，就是我台湾也要鼓励本土，所以中钢、华邦、林德气体也进来了，所以中钢就通过说你要投资6亿进来，说你开始捕捉奶气给林德气体跟华邦去做，还有连台积电都去认证本土供应商，它这个叫信明工业，是台积电认证它准许它在屏东的时候花5亿打造一个奶气的提纯工厂，对，包括这次的氦气林德气体刚才不是说氦气供应商，人家在哪里？在肯萨斯州啦，比较贵10万，对，比那个卡达贵很多嘛。可是台积电为什么买？因为这是多元稳定，你不要贪心，人不要贪，不要消贪。贪小便宜会出大问题啊！所以林德气体的气来自美国嘛，所以韩国干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现在就觉得他到底是笨还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过去3年来，韩国也知道台积电在干什么，结果他对卡达依赖是64%，你不是找死吗？你的1半以上的气体全部来自卡达，那你现在当然会怎样？你会断气，所以只有3星出问题，千万不要再问。而且这氦气最可怕的是不单单只是在半导体上面，你的日常生活可能都会出问题。为什么会说2周的毁灭倒数？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对，好，报告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半导体只用20%其他80%很多医疗用包括 MRI 你要。气在动的时候，你也要用到氦气，包括连医美在打雷射的时候也要用到氦气。韩国要疯了，医美不能断。肌肉松弛跟肌肉打了之后皱纹会比较好，它其实用氦气跟奶气。那韩国现在一个大问题，你知道吗？他现在中国在笑他，你也没有去签天然气，所以他现在是好像有点贪心，又贪又笨，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在笑他，你天然气只有30%左右，你可能30天后，2个礼拜后先断氦气。30天后断天然气所以台湾现在我们已经都学会一件事情嘛，从乌俄战争那一场我们就知道你要赶快分散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赶快签了，跟美国说，6月开始我就加大采购贵没有错，但是人不要贪小便宜，韩国就是花了走之后贪小便宜，才会有今天断气的危机。宇轩，我们刚刚讲南韩最大的问题贪小便宜，危机正来，而且这危机不单单只是国民这种毁灭2周到现在他们南韩人民最害怕的是什么？你美国真的把萨德系统从晚到夜，从日到午，完完全全一直在输送，结果现在怎么办？我们一直讲李在明一直去抗议这件事情，但是他说我方已对部分防空武器的条约提出反对，然而严峻现实是无法完全按照我方的意愿来落实。结果你说这不单单只是一个针对李在明的事情，是美国早有此意，他早就铺排好，他就是要来整你韩国，就是来对付你李在明的。而事实上，美国这张牌呢已经蓄积已久，这个叫做军财两失。为什么呢？因为李在明大家都知道，他向来的立场是不管是对台湾的这种严厉，甚至对中国的亲密，是亲中立场一览无遗。但实际上呢，川普曾经在他上任之后呢，给他相关过的机会。但实际上，李在明没有接这张牌，反而是呢持续去找习近平，越来越把韩国跟中国关系靠拢。所以这一场蓄积已久的军事政变，早就已经蓄势待发。他们讲这个东西至少你长达要至少半年以上，也就是美国早就已经在观望。他做了什么事情？大规模的把当年韩国曾经因为这个萨德导弹技术，还记得吗？遭到中国的制裁，结果现在一台又一台又一台，从韩国的庆尚北道新州这个地方直接撤出。而且这些萨德系统，它是在夜黑风高的时候来，就你先看到这画面，有没有看到？全部从这个基地开始在搬。韩国人看到这一幕，心都凉了。对，而且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如果北韩真的打来，你没戏唱了。那我请问一下，萨德系统它装载的是什么？都是一些高阶的这种拦截导弹的系统。中东那是什么？无人机、
哪里不打的，全部都是一些两光的东西，给你随便乱撞，怎么可能拿这个去打中东？所以说他刻意修理他的，找借口，我就是看你韩国不爽很久了，已经给过你机会，你还是继续舔。那你知道吗？因为现在萨德它呢降到大概目前只剩下200枚。对，那依照韩国他们的国防的需求如果要把它补足，就是现在已经没有美国免费的你自己要花钱来买，你自己要去买这个萨德希特。美国也没办法提供你，因为按照他们的生产线，至少要18个月才可以把你这个空窗期给补足。所以你看军事这边已经挂了，经济呢也赔钱了。那过去被中国制裁，白制裁了，那连他们的高端技术，甚至是呢北韩有没有可能动作，都会成为他们接下来紧接来的问题。对，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你仔细看，在中东这个地方，不讲你不知道。其实韩国早就投资了大量的金额，而且是以亿为单位，3亿美元全部都砸在中东这边。对，那你知道吗？其中140家子公司在中东，对不对？但是呢，有大量的在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赵我请问一下，这2个国家现在有没有在被打？打惨了，到处炸。我刚刚才看到说，连杜拜的金融中心都被炸。那我就请问一下，来，你看总额4.95亿元。3亿元呢，69%在中东邻近地区，对，其中伊拉克最多达2.75亿，再来呢就是伊朗。所以韩国真的是往那种越危险的地方，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种越危险地方，地缘政治越高的情况之下，我要去赌，我才可以有好处，我才有利润是在上面。结果他一赌就出大事了，除了我们刚刚的气之外，他的所有投资，现在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所谓的中东工程款项。他根本没有办法拿回来，真的跟打水漂一样。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连他们的最重中之重的，我们都知道，现在韩国的半导体呈现很大的问题，因为遭受到台湾产业的一个压制跟打击，所以他们把矛头呢，以及他们的这种我们讲秀的味道，转到了中东去。最近去年11月，所以离现在大概2到3个月不等的时间，他才参加一个叫做 Stargate UAE， 也就是在中东的大型规模资料的中心的这种新建计划。就这个计划呢，包括他们的什么 GB300啊，以及他们的 HBM， 也是 SK Hynix 最重要的这种产品，原本都可以卖到这边来。搞不好这个计划呢，到现在为止也会因应告吹。慧珍姐，我们刚刚讲，对于韩国来说，现在可能是最危急的时候，但是我没办法想到的是，连中东国家也是。对，在杜拜，我们都知道，都超级富豪区、超级观光区，结果却因为这个画面出来之后，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一户要2900万台币。豪宅中的豪宅对于杜拜来说，这算是豪宅区结果现在的杜拜真的跟鬼城一样了。我跟你讲，它这在哪里？它这个在杜拜湾的一个码头啊。然后呢，没有想到，你看空中什么无人机就砸下来了，就砸下来之后就开始烧起来。那因为它们的密集度是很高的，而且又在高楼层，其实是蛮危险的。那呢，它这个有的地方旁边甚至是有酒店就是那一种跟高级住宅结合在一起，所以事实上是很危险。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一户竟然快要3000万台币，3000万台币，然后你这样子，你说，如果有些人是不会吓到，有些人有个特色，他到哪里都有房子，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还敢住在杜拜吗？对富豪来说，我要有命我才能花。是，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过去这几年杜拜它主要就在打全世界的有钱人，欢迎你们来投资杜拜，欢迎你们来那个杜拜这边制裁。所以呢，你知道吗？光今年的2月23号到3月1号，这短短7、8天时间，你知道他们成交的这个房地产的案件数有多少吗？5473件，成交的金额有多少？1800亿新台币啊，吓死人！他这个一个礼拜成交金额大概比我们台湾大概1季还要来得多，1800亿元呢，很吓人，是不是？你就知道他们之前的房地产有多热。结果你看，一个开打以来，从3月2号到3月8号这一个礼拜，他们现在案件数腰斩之外，他们现在成交金额竟然也腰斩，竟然只有大概900亿的台币。所以他们想到说，这个战争打的是伊朗跟以色列啊，但受到重创是什么？是杜拜啊！这个画面是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富豪来杜拜去抢房产？对，资金的天堂啊！我所有钱都在这啊，来市场很安全啊！而且我跟你讲，杜拜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本地的居民竟然只有10%，对，其他的90%全部都外国人。对，那包括印度有钱人、南亚有钱人都
喜欢在那边制裁，然后所以他们就说哦，这个不可思议的杜拜，这个杜拜可以说是 on game 空起来。人家在说你杜拜你可以玩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以很短时间就跑去沙漠里面，你也可以不夜城，从晚上玩到白天。对，你甚至可以那个什么坐小飞机去弹跳，还有那一种这个去海滩的。哎，你看过去人这么多。哎，大家都来这边玩哦。对，结果来你看到另外一个画面上面，这什么？哎，里面真的没有人了。现在海滩这个地方都没有人了。都没人哈 ，nobody。你还以为是在那个 SARS 那个什么呀 COVID 的时候，好像还大家在那个隔离，没有啊，就是因为伊朗跟以色列打仗，结果杜拜都没有人。从海滩到这种 view 啊，到这种街，哎，真的是空的。没有人了。我跟你讲，以前这些海滩全部都是什么，你知道吗？全部都是一大堆网红，然后都是比基尼啊，包括你看现在 shopping mall 都没人，杜拜机场也都没人，真的是空的。从 shopping mall 那个是最多奢侈品的那边是花钱的，是，一个人都没有。就想说，这个杜拜从以前到现在。就算是 COVID 时代，可能都没有现在来的夸张。你看餐饮店都没有人，完全没有人，完全都是空的。所以他们就说这个真的是造成他们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因为非常多这个杜拜就欢迎全世界有钱人啊嘛，那很多网红啊，就去那边啊招引有钱人干嘛的。然后呢，很多人都喜欢养狗啊，比如说就说哦，我跟我的狗入境啊，一大堆的。结果你看，他现在这个他有100多万订阅这个网红，对，你知道吗？他就马上酸，他把他全家带走，就这只狗竟然留在杜拜，他把狗这个留在所谓的宠物的照护中心啊，就是他们有旅馆，那人家就骂，为什么？因为你这些网红不负责任，酸了之后，这些狗竟然有数百只的狗就这样留在所谓的宠物的保姆留给他们照顾，平常拍影片的时候说哦狗儿子，结果后来遇到真正生命危险的时候，自己跑得比那什么还快，然后就把那个狗留在那边，所以他们就说这个世上这样子的一个冲击真的很大，所以现在杜拜出手了，你知道出什么手吗？他现在不准你们在那个网络上去说我怎么好危险、好恐怖哦，被攻击不能讲。他们现在因为你在网络上、社群网站上发布这样讯息，已经拘留了21个人。发文这种会被抓的。对，所以你看现在开始找这些漂亮网红出来拍什么哦，好安全哦，我一点都不担心，我继续出来玩哦，都真的很棒，你知道吗？因为我相信什么？我跟你讲，他们会那个穆罕沃德还有这一些那个杜拜的领导人绝对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马照跑，舞照跳，日光浴继续晒，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但笑死人，你就只有你在的地方你不担心，但其他人还是不敢去。他说，如果批评政府或损害国家的声誉，可以处20万英镑，等于什么新台币852万，这第一个钱要多。第二什么？罚款或5年监禁。然后什么？拥有房产者的刑责甚至更重。他真的不让你讲话的，完全不能让你讲话，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它是那个黄金打造的城市 ，on game 空起来，结果后来你现在竟然这个因为一个无人机攻击，导致整个杜拜有钱人都跑光了。杜拜有钱人跑光了，那其他的想要去体验那种奢华生活的人，当然也没有办法去，而且现在的整个那个旅行业非常萧条，在这种情况之下，杜拜的经济是有可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